朱棣之所以能打下南京，夺取地位，有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在其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。他们就是宁王朱权麾下的朵颜三卫骑兵，是一支由蒙古人组成的骑兵。属于宁王的骑兵是如何成为朱棣手中的王牌的呢？洪武26年，朱元璋第17子15岁的宁王朱权前往藩地大宁就藩，成为守望大明北方边境的9大塞王之一。西北天高地阔，对于一个少年而言，颇有一点未配妥剑，出门已是天涯的苍茫之感。更何况他要驻守的大宁是明朝最重要的防御重镇，地位一点不逊于朱棣的北平。环境逼迫着朱权成长，应该说不愧是太祖朱元璋的儿子。他很快也展现出不错的军事天赋，站稳了9大塞王的位置。洪武29年，宁王上书说边境出现胡兵的踪迹，已有胡马扣边的隐患。朱元璋说，胡人多奸，这一定是他们设伏引诱我军出击，若贸然出击，只怕会中了胡人的计策。于是命令朱棣选精卒壮马前往大宁，与宁王会合一处，共击胡人。这一战，北元军大败，索林、铁木儿等数十人被俘虏。明军骑兵追击到乌梁哈图城，又遇北元将领哈剌兀，再次大败北元军凯旋班师。这一年的燕王朱棣36岁，比宁王整整年长1倍。这对年岁相差极大的兄弟相处起来却很和谐。朱权年纪虽小，却文武双全。史书中说他不仅能征善战，亦能著书立说。而朱棣也是不遑多让的当世豪杰，一次并肩作战的经历，让他们生出英雄间惺惺相惜之感。也正是在这一战中，朱棣见识到了弟弟朱权麾下朵颜三卫骑兵的厉害，这为以后的故事埋下伏笔。洪武31年，明太祖朱元璋去世，皇太孙朱允炆继位。朱允炆继位次年就开始在齐泰、黄子成等人的支持下着手削藩。藩王在封地往往多有不法之举，朱元璋在世时多半对这些违法举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实在闹得太过了才象征性惩戒一下。但朱允炆上台后，这些昔日的罪名就成了新皇拿捏藩王最好的借口。很快，与朱棣关系亲近的代王、齐王、明王、襄王均因罪被废，或死或囚。但对朱允炆来说，这些不过是开胃小菜，最大的对手是手握重兵的燕王朱棣。朱棣也最终利用朱元璋皇明祖训中朝无正臣内有奸逆，必举兵诛讨以清君侧的条文，借口讨伐奸臣起兵谋反，史称靖难之役。这个时候，其他藩王在干什么呢？答案是袖手旁观。面对这场明朝开国后最劲爆的突发新闻，没被卷入风波的藩王纷纷选择作壁上观。除了宁王，只不过他是被朱棣拖下水的。要说这场靖难之役中最倒霉的人，除了建文帝朱允炆，可能就属宁王了。他前半生的春风得意马蹄疾，似乎都是在为这场事故做铺垫，好让他体会一把人生的无常与命运的恶趣味。史料记载，朱棣的靖难之役中，自是冲锋陷阵皆三卫兵。成祖之有天下，自刻大宁史。明成祖朱棣夺取天下的起点，是他拿下朱权的大宁，拿走了朵颜三卫骑兵的这一天。朱棣先是单骑入城，抓住朱权的手，向他哭诉自己的遭遇，说自己起兵都是迫不得已，实在是没办法。现在南军100万大军兵临城下，哥哥快不行了，弟弟你一定要在皇上面前替我说说话，只有你能救我呀！真是闻者伤心，见者落泪。朱权虽然与朱棣颇有些惺惺相惜，却不真正了解自己这位哥哥的所有面目。要是知道朱棣为了骗过建文帝，不惜在大街上装疯丢人现眼，可绝对不敢把他留在自己的地盘。一个人能像朱棣这样连自尊都不要了，是最可怕的，因为他能对自己狠，就能对别人更狠。朱棣在朱权府上盘桓数日，凭借影帝级别的表演，朱权渐渐放松警惕，给了朱棣更多的自由。朱棣趁机让手下收买朵颜三卫的首领，等到朱棣临走时，朱权在郊外为他饯行，却不想羊入虎口，朵颜三卫骑兵当场叛变，朱权被俘。接着作为人质逼迫守城的士兵开门，燕军与城内叛变的军士里应外合，拿下大宁。朱权家小全部被迁往北平监视居住。朱权从此被留在朱棣身边，既是阶下囚，又是座上客。朱权素有善谋的名声，在燕军中想必还不得不为朱棣出谋划策。
在靖难之役中，朵颜三位勇猛异常，给朱棣立下赫赫战功。最终，朱棣打入南京城，登基为大明第3位皇帝。这个时候，怎么安置朵颜骑兵就成了一个比较尴尬的事情。还给宁王是不可能还了，这辈子都不可能。先不说朱棣藩王上位，本就忌惮其他藩王手里有兵权这件事，宁王被迫追随朱棣靖难，朱权心里有怨气，朱棣也是知道的。这个时候还给宁王兵权，朱棣也怕这个弟弟一时想不开，整出什么大祸来。另一个让朱棣顾虑的事情是，朵颜3位骑兵毕竟是蒙古人，和鞑靼关系若即若离，难保有一天不会背叛明朝。人生无难事，只要肯放弃。朱棣想不好该怎么安置朵颜3位，干脆不想了，仍旧把他们放在北方，起到护卫边境的作用。永乐8年，朱棣率亲征漠北，鞑靼太师阿鲁台被明军击败，明军抓获了不少俘虏，其中就有一些朵颜3位的将领。这些人在归附大明的同时，还和鞑靼牵扯在一处，朱棣震怒，将其全部斩杀。除此之外，朵颜3位还和鞑靼沆瀣一气，时常领兵骚扰边境，掳掠百姓。对于这种情况，朱棣一面威逼，一面利诱，总的来说就是和稀泥，大家面子上过得去就行。而且朵颜3位毕竟实力有限，在边境敌不过鞑靼部，又惹不起大明，只能处于一种墙头草的状态，所以在适当的时候，朱棣也会派兵征讨，并且不敢太过分。时间来到永乐20年，历史再次展现他不按套路出牌的恶趣味。这一年，朱棣再次率大军亲征蒙古，阿鲁台得知明军来袭，并没有应战，反而丢下辎重逃跑了。见这仗没办法再继续，朱棣只能下令班师。但是此次出征，民夫就征用了23万多人，运粮37万担，消耗很大。朱棣的统军水准毋庸置疑，只要他亲自出征，总能将敌人击败。可是此次的成果太小了，大兵团出征，如果没有足够的成果，必定影响朱棣的威信。所以在回军过程中，朱棣冥思苦想，要找个法子挽回自己的面子。这个时候，他突然想到了朵颜3位。此时明军士气高昂，却没有仗打，将领们便建议朱棣扫平朵颜3位。阿鲁台已经跑了，朵颜3位没了依靠，必定一战而胜。于是朱棣派兵对朵颜3位发起围剿。倘若阿鲁台和明军死磕，朱棣不一定会对朵颜3位下手。但此时为了北伐的面子问题，朱棣也只能拿朵颜3位开刀了。个人的面子可以不要，但皇帝的面子关乎重大。作为一代雄主的朱棣，如此兴师动众远征而来，必定要有所斩获才能说得过去。朵颜3位虽有靖难功劳，但毕竟已过去了20年，留在帝王心里的情分已经不剩多少了。何况这20年来，朵颜3位也不够安分。最重要的是，谁叫你朵颜3位也是蒙古人呢？此战打得也很顺利，明军在曲利尔河遭遇敌军，一个冲锋就将其击溃。明军追杀30里，歼灭大量朵颜3位骑兵，其部族首领也被斩杀几十人。如此一役，既解决了朱棣的面子问题，也起到了敲山震虎的作用。当初朱棣用计夺取朵颜3位的兵权，并非全靠忽悠宁王，其中一部分原因在于朱棣花了不少钱。朵颜3位的蒙古骑兵本质上是一种雇佣兵，只要钱给合适了，他们转头就能卖了自己的同胞。为何朵颜3位要背叛蒙古人，还是因为明廷给的工资高？对于这一点，朱棣是很清楚的。也正是由于这一点，朱棣并不珍惜这支骑兵。虽说很多人当兵就是为了一口饱饭，或者是为了生计，但自古至今的那些劲旅，并非全是为了金钱而卖命。军饷只是军队的基本保障，有了钱，军兵才能有饭吃，才能养家糊口。但如果要求军队能打胜仗，就需要士气、信念、忠诚等要素。只有对国家的绝对忠诚，才能爆发出最强的战斗力。朱棣很清楚这一点。对比朱棣的本部人马，朵颜3位的忠心有待考察。这些人只为钱打仗，即便朱棣对他们不薄，也难免不生出背叛之心。总而言之，对于朵颜3位，朱棣也并非恩将仇报。在靖难结束后，朵颜3位也得到了丰厚的赏赐。换言之，朱棣待他们也不薄，只不过出于种种原因，朵颜3位始终无法忠于明廷，从而导致永乐20年朱棣对其的绞杀。